据美国《星条旗报》报道称，今年美国部署了由数架 B-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组成的特遣队，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参加美国太平洋空军的轰炸机特遣部队行动。据美国空军声明，其目的是通过战略威慑来巩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，同时可令轰炸机部队熟悉不同地区的行动。而在今年8月，阿富汗的上空，美国也再次派出 B-52轰炸机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，以制约塔利班的武装。让人好奇的是，这款研制于20世纪50年代的超长寿轰炸机，为什么依然可以作为美军空中核力量的核心，活跃在现代战场上？B-52轰炸机是美国一型8发动机远程战略轰炸机，也是美军战略轰炸机中最老的型号。美国战后的重型战略轰炸机研发计划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战时期，当时航空装备司令部接到美国陆军航空军的指示，着手策划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研究与开发。根据美军在二战时期对德日执行战略轰炸时普遍采用的 B-17、B-29等旧式轰炸机，在实战环境下存在着航程不足、飞行升限较低、对前线机场的依赖过高、容易遭受敌方防空火炮甚至新式地对空导弹的打击等种种问题。美国军方认为有必要研发巡航速度更快、升限更高以及作战半径更长的战略轰炸机，以配合新时代战略轰炸的需求。1945年11月，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性能要求，包括作战半径8000公里以及480公里每小时的航速，载弹量达到4500公斤左右，驾驶舱可以搭载5名以上炮手和6名换防人员。它被定为第2代洲际轰炸机，用来接替 B-36轰炸机。1946年，美国陆军航空军开始对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研发进行招标，波音、马丁和统一福尔梯3间美国航空工业巨头分别提交了各自的设计参数和成本报价。同年6月5日，美国军方宣布了招标结果，波音的 Model 462方案赢得合同。不过，只过了3个月，美国陆军航空队对 Model 462方案的发展前途愈来愈感到忧虑，因为它的性能和其前辈 B-36相比，不能明确找到技术优势，而且改进空间极为有限。面对军方的指责，波音领导研发小组又先后设计了 Model 464、464-16、464-17、464-29、464-35、464-40等方案，但均未达到美国空军的要求。第一次柏林封锁危机使美军蒙受来自苏联威胁的庞大压力，加紧了对波音 B-52的设计工作。鉴于国际最新形势发展，1951年1月9日，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·范登堡将军正式批准用 B-52取代 B-36，并于2月14日签署了第一份量产合约，要求波音飞机公司生产首批13架 B-52A 型战略轰炸机。1951年11月，第一架原型机 XB-52 出厂，它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地面测试和检验。然而测试时，该机的引气系统管道在全压测试中爆裂，严重损坏了机翼后缘，不得不回厂修理。结果 XB-52 在近1年的时间里都没法升空飞行，直到1952年10月2日， XB-52 才终于完成了2个多小时的首飞。1954年3月18日，第一架 B-52A 在西雅图波音厂房完成组装出厂，直到1962年10月26日，最后一架由波音飞机公司设计出厂的 B-52H 正式交付驻米诺特空军基地。至此，整个 B-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历时14年的设计生产才宣告结束。B-52轰炸机系列先后发展了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 等8种型号，总共生产了744架飞机，其中 B-52H 为最新型号，于1961年5月9日投入服役，共有96架。B-52细长的直筒型机身在尾部逐渐收细，采用传统的全金属半硬壳设计。巨型截面机身可以提高弹舱的有效容积，后掠35度的上单翼具有6度的下反角，能够防止飞机在起飞时旋转。
机翼内侧为挂载大型空地武器提供了宽裕的空间和强大的承载力，也使 B-52能够充当航空抛投实验的优良平台。作为一种远程亚音速喷气式战略轰炸机， B-52可以携带多达32吨的弹药，最大航程超过 1.4万公里。进行空中加油后，其覆盖范围可扩展至世界各地，因此它每次出动可以打击数十个目标，大大减少出动的架次。我们再一起来看看 B-52轰炸机的技术和性能数据。成员5人，机长48.5米，翼展56.4米，机高12.4米，空重83.25吨。发动机8具普惠 TF33P3103 型涡扇发动机，最大起飞重量220吨，最大燃油量181吨，最大速度10047公里每小时，最大航程16232公里。它的武器装备有一门20毫米 M61 火神6管机炮，弹舱和翼下可挂 AGM-158 联合空对地距外导弹、AGM-154 联合战区外武器、AGM-86 导弹和 AGM-158C 远程反舰导弹，可挂载31.5吨炸弹及核弹。90年代是 B-52轰炸机使用的鼎盛时期，有600多架 B-52各型飞机在美国战略空军服役，并有过出色的表现。越战时期，美国大量投入了 B-52进行对越共的大规模空袭，代号为“滚雷行动”，并在沿着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3国边界实施高密度轰炸。在对北越的轰炸中，美军出动 B-52轰炸机729次，共有15架 B-52被击落。在海湾战争中，美军 B-52机队从沙特阿拉伯发动对萨达姆军队的毁灭性空袭，成功重创了伊拉克军队，伊军最后被迫无条件投降。B-52轰炸机总共执行了约1620次任务，投放炸弹相当于美军总投弹量的1/3。尽管多架 B-52G 被击伤，但没有一架被击落。在科索沃战争中，驻扎于英国的美军 B-52机队与 B-2联合作战，进行了对塞尔维亚的米洛塞维奇军队的空袭行动，迫使米氏投降，并停止在科索沃境内的种族清洗活动。尽管 B-52轰炸机并不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，但是它仍是占据了美国全部战略轰炸机将近一半的数量。目前现役的76架 B-52H 型轰炸机依然是美国空军战略轰炸主力。美国空军计划让 B-52一路服役到2050年。服役时间高达90年，其中重要原因是 B-52是美国战略轰炸机当中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唯一型号，并且是维护和使用费用最低的机种。当然，在新时代战场上，出动 B-52这样年事已高的战略轰炸机也有使用不够灵活的缺点。为此，美国空军派出 AC-130炮艇机进行配合，该机可以在较低空域盘旋作战，方便地使用大口径火炮支援地面部队。此外，按照美国空军的计划，为进一步延长 B-52的寿命，美国还计划为其更换更先进的发动机。这项耗资26亿美元的 B-52发动机升级工程，将为每架轰炸机提供8台新型的 F-130发动机和一些备件，可能还包括新的发动机吊舱。新的发动机可以将 B-52的燃油效率提高40%，可以让该机在不超过1次空中加油的情况下，将航程从8200公里延长到11900公里，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巡航导弹打击。除此之外，工程师目前正在为现役的76架 B-52H 轰炸机配备战术数据链、移动地图显示器、下一代航空电子设备、新型无线电以及在内部携带更多武器，并纳入新型高科技武器的能力。据报道，未来数十年，美国空军将继续依赖 B-52作为防区外的主要轰炸机，而且具有隐形性能的 B-2轰炸机和 F-22、F-35战斗机将用于突防作战。这意味着76架改进后的 B-52轰炸机将与100架或者更多新型 B-21隐形轰炸机一起在2050年代继续服役。本期对 B-52轰炸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